相信大家已经调整完毕了。没错了，下半场要开始啦，我们马上继续提案，同学们。下半场的第一个提案，我们大副局长觉得谁最合适呢？那当然是我们的天灵灵地灵灵，有请我们的张彩亮。哎，我发现，喜欢一个人下手要趁早。在座各位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偶像？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真的，因为我以前也有特别喜欢的偶像，他是一个组合叫 Queen。哦，皇后乐队。对，我为啥喜欢他呢？就因为我爷当年在铁岭夜市买那种盗版光碟。你爷爷看 Queen， 哇，好时尚哦，老摇滚了哇！不，他要买的是电影和二人转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把 Queen 的碟给他了。不是，Queen 碟是送的哇。当时我小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那个太多电视节目，就天天听他们的歌，然后我就爱上了他们，就是那个主唱弗雷迪。然后呢，我就是最大梦想，就将来离开铁岭那天，我就要去找他，嫁给他，嫁给弗雷迪。对。后来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我就搜了一下弗雷迪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他告诉你了，他在墓地。嗨，然后当时你们懂我的心情吗？就我跟我的偶像永远就是错过了。然后这个事儿给我很大影响，甚至他改变了我以后追男生的态度。我追任何男生，我有2个原则：第一，下手要早，我的告白必须领先于所有其他人。刚生下来，我喜欢你。第二，就是我要弄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让他没有退路。对。所以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们说一个事儿，还没跟别人说过呢。真假的？我当时喜欢上一个男生，他特别帅，就是打篮球打特别帅。然后当时有一个流行的事儿，就是在校园里，你要喜欢一个人，你就喜欢给他织围脖。哦，对，我们当时也是。然后当时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也喜欢那个男生，她开始织围脖了已经，我就心生一计，我就去找我奶了。我说奶，我那个冷，你要不然给我织个围脖。我奶说没有问题，3天之内肯定出货。哇，奶奶好快，这手速。不到3天，我奶围脖就织好了，然后脖子那么长，竖着的那种脖套。那天正好我们学校有个大型篮球比赛，我的男神要打篮球，然后好多人都会去看。我就想说，要弄满城风雨，谁都得知道我喜欢他嘛。那就在今天，他下场的时候，我把这围脖送出去就告白，然后我就往篮球场上走。然后我就好奇我奶奶的审美到底啥样，我想看一下她织的什么款式。我一打开，完了，粉的。我震惊了，我奶压根儿她就没有织围脖，织的是。他因为听我说我冷，他给我织了一条毛裤。这更有用，因为奶奶觉得毛裤比围脖保暖。对，正好你就等机会，他跳起来的时候跳了，套上。哇，他一下来，哇，好暖和，那绝对满城风雨。然后当时我有2个选择，要不然我拎着我的毛裤我就回教室，这事儿就黄了；要不然我就开拓一个告白的新赛道，就送毛裤。就是谁规定了我不能用毛裤告白，对吗？然后咱们可以情景重现一下啊。其实今天现场有一个人的气质，其实挺像我当时喜欢的那个男人。哇，谁？我看一对，一看就不是我。对不起，打扰你了。哪位男士跟他气质很像？好期待啊！宋木子，不是。等一下，哇，宋木子，果果，这还不如我呢，这还。你是喜欢这一款的？你从小就喜欢体毛这么重的？听我把话说完。宋木子和刘维演我男神旁边这2个大 loser。然后黄子弘凡帮我演一下我男神。出力，不是，哎，来吧。你介意群演多一点吗？我们都加入好不好？大家一块儿。
一块儿来这个，我们在打篮球赛。对，黄子一个人过我们所有人是吧？我来扮演篮筐好，来，你从那边，从那边过我们过人啊，过人。哇，好帅啊，黄子！哎，你在干嘛？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东西啊？哎，围脖，好想要围脖，看呢。我喜欢看你打篮球，我也喜欢你。哇，黄子，好羡慕你哦！哎，这个尺寸我都穿不上，这个围脖挺酷啊。这是现在围脖的新款式。哇，你就是我心中的酷盖。哇，真太酷了，这个天哪，酷盖，谢谢。谢谢就完了，就答应人家呀。答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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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他。我一定保暖。其实现场他就是刚才那样，就是我男神就是谢谢，然后他就跑了。跑了。对，这场告白就是这么结束的。那我们先退下了啊，先退下吧，退吧。行，好。大家都在传这个毛裤的事儿，后来谁送过他围脖，谁送过他什么千纸鹤，就是没有什么讨论度，就好像是就买热搜都买不上去那种的。但是我就是霸占热搜总榜第一，就是断层式第一，这后边还带个爆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儿。我要是不早告白，我也不知道他不喜欢我，对吧？我早告白了，他知道他不喜欢我，然后我就追下一个人，反正我哪也没啥事儿，让知呗，对吧？反正就是大家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尽早下手，也希望大家都能得到自己喜欢的人的反馈。哎呀，哇，超棒，厉害！是的，不容易。谢谢。其实因为我其实因为小的时候就本来就很爱追星，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学校都流行的是摇滚，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摇滚，就我可能Queen也不会让我觉得这个歌有多好听，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乐队叫花儿乐队，哇，这是真的。然后我当时觉得第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花儿乐队的《花》。而且后来那个学校办晚会，我当时表演的就是花。弹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就给我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是那种可以，有思想的小朋友啊，厉害啊！真的，我当时觉得弹吉他好帅。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就有同学说：“哇，这歌太好听了，不会是你写的吧？”你承认了。你承认了，因为我当时在一个很聚光的那种感觉下，我觉得大家都很记住我。我那一刻我就说，是的。他这个不是偷感，你这是真偷。抓到了，蔡少伟抓到了，多年的迷。不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啊。可是大家台下肯定会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没有，真的没有，因为那时候消息很闭塞。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说明了当时我有多不红，就是这么讲。不是哥，那时候你才出第一章，明白。第一章，我是捕捉很早的那个。99年吧，对，99年，上个世纪的事了啊。从那一刻，我说实话，我就冲昏了头脑，我把第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练了一遍，全学会了，学了一遍。在课堂上，我就开始写歌词，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说：“哎，我突然又想到了一首歌，我觉得‘静止’这个名字挺好的。”我是真实的，整张专辑给人弄走，整张专辑都给人弄走了，都是你写的。到现在，可能同学听到花儿乐队的歌都会想说，他抄袭你刘维。那个整个城市没有上过榜，对吧？没有那个年代嘛。我明白。而且我后来出道做了歌手，我跟老薛一起参加《我型我秀》。老薛应该知道，我在《我型我秀》唱过那个范晓萱的，唱过徐怀钰的，但是决赛助我夺冠的是大老师的《洗刷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对一个人，也会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变化。虽然说你小的时候是拿他的那个曲子去骗别人，也许是小朋友不懂事，但是他却让我学会了人生当中第一首吉他曲，也是我长到38岁唯一的一首我会弹的吉他曲。所以今天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舞台上弹过吉他，但是我今天我真的想弹一次，因为大老师在咱们重现张弛好不好？重现张弛。看着你飘动着迷人的身体，透出了像花儿一般的美丽。你有美丽的脸，可根已经枯萎。我想要的泉水在心中粉碎，看着你会想起了我的过去。大家老师好睡。无意中发出了低声的叹息，没有雨，天空依然很优劣。但愿明天不会再这样继续。你有美丽的脸，可根已经枯萎。我想要的泉水在心中粉碎。谢谢。正好，是，因为刘伟本身那个确实在整个这个演艺行业之中特别努力，然后每次他特别努力的时候，我都想起来，哦，我的光环原来这么好，谢谢你啊！当然，好的偶像铸就好的艺人。我跟薛老师肯定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咱们自个儿写完歌之后，别的演艺行业的朋友们，他来跟你说，他是因为听你的歌而开始愿意写歌，愿意开始做音乐。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棒，因为以前老觉得自个儿是个顶梁柱嘛，是个柱子，但是真正做时间长了，感觉自个儿应该是个桥梁。如果别人通过你变成更好的自己，那就是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刘维，谢谢你啊！哎呀，老师。谁有垫？那我得给垫子，来，来，这样，对，这必须的。我这个垫儿给彩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提案，我就给到你了，好不好？来，给你。我最近正好看三毛的书嘛，《撒哈拉的故事》，其实以前看过，这次再回看，三毛就说，哇，原来人总要在别人认可你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多高的价值。当我们在网络世界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些漫画、小众的一些书，你只是单纯的喜爱，你没有去表达你的喜欢的时候，它在某一天真的会突然消失了，因为那个作者以为没有人在看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要大胆地表达你们的喜爱，表达你们的爱，你们会得到非常正向的反馈，就是他会觉得他做的东西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家喜欢谁，就搜他的名字，给他留言，好不好？好嘞，那么今天最快乐的时候就要到了，因为我们要有请到我们非常清爽的这位脱口秀，叫做我们的嘉浩。好高兴！我觉得大部分工资就应该日结。日结，因为我在今年另一档喜剧节目聊了一个职场的提案，我说我的工资只有1500，应该用工资来称呼每个人，叫我1500就可以了。我的领导叫56000。哇，你领导这么多钱一个月，16000哎！啊，括弧税后啊。等一下，税后56000很高哦。但当时真实情况是我拿着1500的工资，我们还要扣5险1金。扣完以后，直接把我从4位数差点扣到3位数。但是大家理解那种感觉吗？虽然钱很少，但我专门还花了2块钱订了一个银行的短信通知到账。哦，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所有的钱是怎么进来的，所有的钱怎么出去的啊？哇哦，每次到月底那个工资短信，叮咚。叮咚，你的心情是很开心的哇，所以我在想，每个月能不能这个短信多响几次？比方说一个月响30次。后来我就想，30次不就是日结吗？我就在想，工资可不可以日结？至少可以解决大部分不敢辞职的问题。你想，今天你跟领导发生了冲突啊，日结的啊，我当天辞职。但是现在只要到了下半年，你不敢辞职了，你再盼着年终奖，年终奖再套着你，你不敢辞职的。我为啥这么大情绪？我们以前那个领导太恶心了，他会骂我们，妈呀！而且他会把你叫到他办公室去，一边骂你一边脱衣服。哇！天哪，好恐怖！这是陈露吗？不是，没有。就领导他习惯，他就显得他很威武，他脱了外套来骂你。嗯，对。但是很容易让别人有误会啊。哇，所以我一般都站在门口让他骂啊。哇塞！而且这个人他骂人，他会那种起手式，他骂你就，他会吐痰，而且往窗外吐啊，就习惯不太好啊。对。因为有一次他明明骂我，骂的很脏的时候吐了一口痰，外面就有人开始骂他了啊。然后他就会走到那个窗口跟那个人对骂，一边骂一边脱衣服一边吐痰。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工资能够日结的话，那我完全不用忍受这个样子的领导。而且最过分的他一个习惯是什么？他会像高中班主任一样扒我们办公室的窗户。你们就想恶不恶心？他来监督你有没有认真工作。我们有那种板房的办公室，我们会在里面办公，领导会在2楼就悄悄地扒过来2楼来的？对，他会扒过来看你。哎，但我们也有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我们那个板房是他踩一脚就会响啊，嘎哒嘎哒嘎哒。对，所以我们每次就根据他响的那个程度，看我们领导有没有过来啊，知道他的位置。他一过来就开窗户哈。踢下去，然后你蹲在窗户底下，嘿，吓他一下。领导说：“呦。”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日结的话，大家不用考虑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不用考虑年终奖，你不开心就直接换个新工作。当然，现在啊，好工作也比较难找啊，哪里有像火星情报局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工作环境，开开心心的上班，挣了钱开开心心花。谢谢大家，谢谢。我觉得他这个提案还是不错的。日结其实这老板他得人多好哈，最好是1个小时结，对不对？1个小时结，这不小时工嘛，就是一点结。哎，对啊，按分钟结，按秒结。对哦，就是说一句话给人钱。那么下一位会是谁呢？就是我们此刻最高学历了不起的唐湘娟。我发现，哇！我发现地球人有高学历包袱。此话怎讲？因为我做了一下调研哈，咱们这一期或者这一季是学历最高的一期，就是今天这一期是学历最高的一期，就是保守来说是这样子的。因为首先我们彩玲姐是高学历的，然后呢浩哥高学历的，我呢就更是了，我们村第1位女硕士，大家都知道这个的啊，很厉害。然后呢，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它除了是我的一个光环以外，它也是我的一个包袱。哎，为什么呢？我考研的那个暑假不是办升学宴嘛，特别开心。我爸妈还写了稿子去发言，什么老师们、同学们什么的。然后突然有个亲戚把他小孩一下就拍过来了，说：“你帮我儿子辅导一下。高中数学，那谁会高中数学？我不可能会高中数学的。我是硕士，我怎么会高中数学呢？”哇！有道理，硕士嘛。但是已经给架上去了，你怎么办呢？我爸妈还在那儿，老师们、同学们，我说我不会高中数学，不可能呀。然后就说行，然后我就去他们家给他补习。遇到不会的，那怎么办呢？去洗手间拍照搜题嘛。不是高学历，高科技啊，高科技对。
一天下来去10几趟洗手间，然后呢，孩子都说了，说姐，你要是实在是身体不舒服，咱今天可以就到这儿了。我那天跟黑灯大家真知道，我的好朋友黑灯啊，香瓜灯吧，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个城市演出，3个人的座位，我在这儿，他在这儿，他旁边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老外。然后呢，空乘过来问你想喝点什么啊？然后老外就指了一下苹果汁，但是空乘没看见，黑灯也没有看见啊。你看，我看见了。但是我这时候义不容辞，我要挺身而出，我就跟空乘说，我说，他要那个屁泡 juice。屁泡 juice， 人汁儿啊！我说完之后，我们3个当即愣在原地啊，应该是4个人，因为老外也听懂了。I don't want drink this 。他说 what 啊，很丢脸嘛，很丢脸。然后我想，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演完出了非常好。然后到了晚上，就大家吃完宵夜就散步嘛。我就想，我再把我面子找回来吧，也很舒服。大家，我就说，哎，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啊，突然有一种很 feel 的感觉。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爽，谢谢，爽，哎，好了啊。啊，给你数个，啥词儿 ？feel 就是爽，这个就过去了啊。feel 是感觉吧？哦 feel 为什么会是爽啊？哦，香芋想说 free， 你懂的，你懂就是 free， 我说就是 free。最后我发现，其实我不是有高学历包袱，单纯的就是跟黑灯过不去，要胜他一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不要一味的追求学历了，其实会活得很累，对不对？活在别人眼光里边，我们最重要的注重能力，把你所学用在你的生活中，把它用好就好了。就比如说我现在说屁泡 juice， 所有人都知道是 apple juice， 对不对？ Yes。今天我们趁着大家都在，我们测测大家的英文水准怎么样？我们用英文来比划猜，就是给到那个中文的词，你只能用英文描述，对面的人来猜。这样吧，我先玩一下，好不好？我英文现在有进步，我来描述，黄子来猜。好，我猜。好。哎，你坐那儿，别看大屏幕啊。这样吧。行。那个。这个英文我都不会讲。Okay, listen to me. Forwards. 7, not your true father. Not your true father. Not you. 7, not your true father. 义父。Forwards. 你说 one father 不就完了吗 No. 7 father. one father. 7个义父。过的。Next. 哇，这个，第一个词很难形容哦。啊。Stray cats。不是 the second word 啊 ，ear。啊，耳朵。Yes。人。哦 I know. Air. If your air is so dirty. 采耳。Damn. If you are so dirty, you use what? Use what? 不见啊，要助听器啊。dirty。这耳朵太脏了，能不能先治一下？先稍微治一下，再上助听器。掏耳棒，掏耳勺，挖耳勺。行了，可以请坐吧。Sit down, please. 哇，太难了。也是莫名其妙玩了这个游戏啊。要玩吗？想玩吗？你猜我们俩跟你说 ，Ready, go。这也太长了吧？这个 ten words。 My cancer name for my cancer. For your cancer. Sky. OK. Sky. 天外来物。OK. And how this looking good? How this looking good? 这个你怎么这么好看 ？Yes. Together. 天外来物你怎么这么好看 No you. 天外来物怎么这么好看 Yes.
Go on. Orange juice， 橘汁儿、橙汁儿。No， just fruit juice。Fruit 就是果汁儿。哎，听力很好哦。啊 ，half actor。half 切果子。half actor。half 果汁半。share to the actor half。爱。眼睛。哦对啊，爱 towards run。I run。演员。Yes。没给的，他给的。他给了我，他给了。他给了你个头啊 ！Juicy give I run I circle one half。果汁一半给演员，顺序调一下。演员一半是果汁。是。有病啊！为什么演员一半是流体啊？倒过来。果汁分一半给演员。Little bit wrong. Last 2 words. Change the plate. 果汁演员分。倒过来。果汁分演员给果汁。傻子，果汁分演员给果汁。Damn。说好了，这么多英文烂的人，为什么最后只有我？但我的英文出国够用了，真的。只要你勇敢的表达，对方一定能听明白。就是不要有任何包袱，高学历、低学历，大胆表达，不要有包袱，对吧？对啊，就是说文化得有文还得化，对不对啊？好了。天然好营养，源自荷兰自家牧场，美素佳儿原月5重来顺毛母乳低聚糖，更好消化吸收，强健肚肚内环境。美素佳儿原月。那么下面一位提案的是我们的程璐老师来了。领导发言。我发现，我发现地球上已经没有不卷的地方了。我先讲一下我的一个故事吧啊，就是我有个朋友是做东南亚留学的，因为泰国有一些很厉害的佛学院送他们到庙里去留学啊。对，然后要获得更高的学历，真正的留学生啊，有点留学生啊，幽默了啊，留学生呢。然后我就很有幸，在他的引荐之下，去见了一个庙里的方丈。去了之后，哇，那个大师特别的热情，他就说，哇，太好了，我很喜欢看脱口秀啊。他说平时我生活压力太大了。方丈压力大？因为方丈他要考博。大家要卷学历，所以寺庙里现在也非常非常的卷啊。第二个点，我想讲的是迪士尼的压力。迪士尼有压力啊？迪士尼卷吗？因为去迪士尼的朋友们，大家都去过迪士尼吗？去迪士尼的朋友，大家去过迪士尼吗？这句话，有谁去了假迪士尼是吧？迪士尼，因为去迪士尼的朋友，我发现很多人都要玩完所有的项目。我对吧？然后搞得自己非常压力非常的大，而且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小孩在那里哭，就是他妈妈一定要让他玩某个项目，他就不想玩。他说：“妈妈，我不觉得这个不好玩，我就不玩。”他妈说：“你没有玩过，你以后会后悔的，不要逼我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扇你。”然后哇，小孩最后就被逼去玩了很多这样的项目。而且迪士尼排队，大家知道是很严重的，对吧？很多人哇排队，然后大家可能也在网上听过这样的黄牛的故事啊，我是真的遇到过啊。迪士尼排队的黄牛啊，他会跟你说，你出100块钱，我可以给你快速通票，让你不用排队直接过去。哦，你出200块的话，他可以替你玩。是的，你就给他100块，他也不给你通票。他把你拉到队伍最前面，说你就站这里，是那种很明显的吗？让开！哎，真的吗？哎，高铁站现在就是那个，外面收60块钱，你以为你走快速通道，他带着你插队哦。插队还这样，对。然后呢？然后挨骂怎么办？挨骂怎么办？他就说挨骂的话骂我，啊，那100块就是挨骂的钱。
杜绝不行，这样不行。我就觉得迪士尼其实大家就开心快乐的玩一会儿就好了，千万不要在里面着急火燎的去什么。所以我每次去迪士尼都是下午去。下午啊，就快要关门的时候，你进去帮忙关门，是不是？完全都不行。走吧，你们。是领导视察迪士尼了。讲了这么多呢，我发现其实是脱口秀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卷了。今年2档节目，观众1周要看5个小时才能看完。脱口秀的编剧们也很卷，大家卷啥呢？就是卷谁睡得晚。他们最会的就是装睡。结果到了凌晨1点，群里就弹出一篇新的稿子。所以啊，我觉得脱口秀的编剧还是不懂套路，就应该想办法让对方早点睡，给他们换上喜临门床垫。人家主打深度好睡眠，让他们都睡得安稳。睡好了再安安稳稳的改稿，那才是如有神助，喜感更是信手拈来。推荐喜剧人都来张喜临门吧，毕竟咱们都姓喜嘛。耶！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用做什么6边形的战士，少卷一点，然后让生活平静一点。所以大家好好的，不要卷。是的。要刚刚说到迪士尼。迪士尼真的服务也非常卷，他善于观察一切。我那个外甥啊，带去迪士尼玩，然后呢，我那次穿了一个那种船袜，哇，去了以后特别打脚，迪士尼外面那个电梯刚上电梯脚都要打烂了，还没进迪士尼，我一想到我那一天的战斗不可能，我说我进去就要买一双袜子，就去买迪士尼的袜子，贵倒是没关系，我还怕贵吗？没有了，开玩笑。哎呦。马上就写report，没有，就没办法，你必须得买嘛。只有那些艾莎呀什么的，我说哦，那买个我艾莎，我真的不想穿个艾莎，我又是个短裤，2条艾莎的腿，你跟艾莎好不搭哦。哎，史瑞克那驴，这个来。确实不行，当时是夏天嘛，我说哎。蜘蛛侠，我就买个蜘蛛侠也行嘛，反正男孩子穿个蜘蛛侠这样去，就去玩去了。结果那天运气特别好，刚玩完一个项目出来以后，蜘蛛侠正好刚上班，然后我外甥就特别喜欢蜘蛛侠，我就抱着我外甥开始跑追那个蜘蛛侠，哎，刚跑2步，蜘蛛侠就停下来了。我外甥也特别喜欢蜘蛛侠，特别喜欢，然后呢就合影，合得特别高兴。然后他们就善于观察，一看到我那2条腿，蜘蛛侠的袜子哈，合完以后我说谢谢，我就要走。工作人员说，哎，先生不好意思。你不合吗？一看就是蜘蛛侠的粉丝。我完全忘了我自己穿的蜘蛛侠的袜子，因为我对蜘蛛侠就还好啊，整个人就还好。不是，这只是我平时穿的丝袜。这个。然后我说那个，啊不用，谢谢，拜拜。那一刻我看到蜘蛛侠从蜘蛛变成人了，他本来这样，骂人了开始。这是真假还是猩猩啊？不是，人家觉得很疑惑，你神经病啊，穿个蜘蛛侠的那个袜子不来跟我合影。但人家就特别善于观察，我觉得就服务非常到位。虽然确实我们有些时候客人确实有很多毛病哈，还是谢谢各位的服务啦。我们火星情报局要说卷王，干嘛？哦，我哪有卷王？他就是每次要开会之前，就希望大家都了解一下，对一对，对，生怕这一期没有梗什么，他就很在意这件事情，卷来卷去，卷到我们身上了都是。每天晚上去他房间干嘛去？哦，没有每天吧，就是来录节目的头1天。对，确实是因为我们每回都要去过。徐老师一看就是80年的梗。现在想还行吗？都已经过时了啊！为什么这么卷？没有，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毕竟火星情报局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卷不是为了我自己，首先是为了观众，希望大家观众过来看，哎，不要觉得我们节目怎么好失望啊，对吧？好难看这种东西的，我们也可以摆烂，对不对？乱讲随便讲，但什么？做任何事情前呢，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就是认真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你对一件事情很真诚的时候，他会给你回馈的，对吧？但是我也想讲一个，就是说，
大家就是老觉得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酿成了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老想着如果做不好就会很痛苦。对，其实像薛老师，然后杨迪，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应该是更变成是一分耕耘一分快乐，就是你在玩你在做事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乐，享受这个过程，就会有更好的结果。是的，是吧？希望各位一分耕耘一分快乐。各位，好嘞。好了，同学们，今天的提案已经全部结束啦。OK， 现在就是我们投票时刻，你可以投给你认为提案对我们地球人最有意义、最有梗、最有公明的。记住了，每个人只能投给1位特工。大家看好他们的数字，现在开始。大家好好思考思考。投票通道关闭。好，那谢谢各位。那么我们的投票结束啊。那来吧，大副局长，开。今天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结果。来，藏着点。我也想去看一眼，我也想瞅一眼。刘威来，因为我今天很想知道。怎么样？哇！差这么小，第1名跟第2名差2，就差2票，2票之差。Oh my god！ 哎，您猜怎么着？阎鹤祥第一次来，哎，他没有进前5。掉字儿。下次努力，听听骑机车的故事，好吧？来。哦，这个真的是。为啥呀？我看到这个名字，我感觉就是想凭什么？好，那么第1名跟第2名已经说出来了，然后就是谁说出来了？我说马上就要说出来了，那你说呗，说出来他们差2个。第1名跟第2名，他们2个人的名字是黄子弘凡跟宋木子。他们2个谁更胜二筹呢？更胜二筹是谁？有，没有错，就是宋木子。代表我们王牌特工的火星徽章给予你，谢谢你对我们火星做出的贡献。带来一首歌曲，不用，我只听说过。没有，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录晕了，真的很高兴回到中国，高兴，很开心了，再次回到火星啊！希望以后能常回来，一直在火星玩下去。太好了，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宋木子啦！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届第4次会议圆满结束。下期见。你不止1次来火星了，这次有做好准备吗？时刻准备着。假期你要面对的是最强厂牌 rapper、厂牌综艺老炮，他们的嘴一个比一个快，你觉得你能赢吗？快！我一定有全场爆梗提案，慢工出细活才是精品。这是火星和美苏加尔的核心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优秀的提案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观众的认可和用户的喜爱。就像高活营养好奶源的美素佳儿，他们的牛吃的是生长28天的天然黑麦草，每天享受自然鲜草放牧6小时，这样的牛才能产出蕴含更高天然活性乳脂因子群、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好奶。而我每天要准备28个提案，每天练习6小时，只为了给火星带来最快乐、最震撼的舞台。牛，好牛啊！通过。谢谢，实至名归。火星厂牌大战呢正式开始了。10年胳膊，20年腿，30年练一张嘴，他们是 MC 天团。我们那时候就跟贝克汉姆同台，多少人就是很梦寐以求的事情。此时此刻传来了，就说他要求。哇，这是一个爆料吗？是，大概10几年前刘德华参加的一次
就非常非常难。你知道那种有一种梦魇吗？就是噩梦。何老师说，原来我们都是老何计划当中的一份子。3、2、1，走！每一下都像踢着钢板一样。我刚才恍然看，感觉有罗永浩在跳车舞，就是想象中是哪种感觉？本来几乎和王嘉尔差不多。你应该真的是皇族。被黑怕了。不行了，不行了，这种我也会，我忍不住了。音乐准备，音乐准备。我是如何跟李川老师相遇的？那天呢，刚好是冬天，外面正好在下雨，突然开口说：“那我们把这一天就叫做周冬雨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头昏，就开始去体检。医生他说：“你们是年轻人啊，这个动作会不会？来，跟我做这个动作。”他有让你动吗？这样动。先拍我赶石头昏，先拍我这样。他说从来没有人说做这个动作就做这个动作，他居然做了，这个人智商有问题。反向筛选，我是喜庆的管小月，希望大家新年挣大钱。你一看就是脑牛逼的人，太棒了呀 ，bro！ 易老师说：“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张艺兴，你现在有代表作了吗？哎呀！闭嘴！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应该说好多对不起了，你一直在打断我。哦，你哦什么？好像你知道似的。我哦都不行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垫子给它位置越来越高。太棒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取代你们的位置呢？你们的位置是最高的。哇！易立竞老师，来，直接做，真来啊！会不会觉得我站在这儿更合适？是。易立竞。我其实就是特别容易碎的人。因为 Troublemaker 的版权实在是太贵了，咱们就点到为止哈。除非是易立竞金姐特想跳，我愿意。易立竞姐要是在我们这节目跳 Troublemaker 爆了，毅力爆，哇！打会儿。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播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既然你们是的，你们这么想听，我就为大家演唱一下还没有发行的这首新歌《心清透慢慢浓》。天哪！被你发现，天外来物，盼你船长，在个雨天绝不武装，冲破火星，今晚就要来接你。Feel 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调好腰间对讲，舞台灯光透过背场，看清局长手中的锤，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被他发现，迎面走来六位。喂，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嘿嘿嘿嘿嘿，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送，发现烦恼就被佩戴送，冲，火星特工气氛被带动。问的兄弟，别和被发现各自的对峙点，出现索马里带着小罪鱼，发现一场新冒险。每个发现像是盲盒，不能气质磅礴，烦恼随着长娘气散发着光的汤香鱼也挺往面谈语气。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我发现。
手中握着锤子啊，样地造梗随喜啊。哎呦 Mars，What's up？It's season 7，动刀声音要够啊！翻过了高山，也越过了沟壑，总会有收获。干干了搜我，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要保持住幽默，把生活给兜了。我笑的快乐肯定都有我，如果你懂我，快抓紧就做。你笑的快乐，来或许搜索。我醒归来，状态拉满，特工集结，厂牌大战 ，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来我就代表脱口秀，非得这么狡猾了不行。我要去火星，我肯定比这些人真的先去火星。副局长啊，下届我就是副局长了。那大林子知道你要跟教主搭档这事儿吗？一会儿他又就是动，多动症啊！哦，君子动口不动手，又是谐音梗，对吧？全还原了，全部。我巨开心，因为我是。